一個車主開着他的2015年 C300 進場，這台車是他當年出總保證認證中古車 CPO 買回來的。3年間像寶貝一樣順順開，細心照料。最近他發現發動冷車的時候會傳出大概2秒鐘的咯咯咯異響，他原本以為只是小東西，不以為意。結果保養廠估價單一開出來，直接傻眼，換正時鏈條、導板加上凸輪軸齒盤，要價13到15萬台幣。重點是這台車里程才跑12萬多公里，對賓士這顆原本設計能順順開30-40萬公里的引擎來說，根本還算青壯年。但你知道嗎？全台灣進廠報廢或大修的賓士渦輪引擎，10台有9台的死因都跟他這台差點暴斃的過程一模一樣。問題其實不是出在賓士的工藝不好，而是車主平常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習慣，默默的在幫引擎扣血。今天就來盤點最長1秒摧毀賓士渦輪引擎的13個致命地雷，而且最傷的是每一條你其實都能完全避免。第一個致命地雷，車子儀表板叫你換油你才換，死撐活撐不換油。現在賓士的電腦系統很貼心的幫你設定保養里程，可以撐到1萬英里，也就是15000公里才需要做 A 保養。理論上看起来沒問題，但現實很骨感。台灣能見度最高的 C-Class、GLC 還有 Class 上面搭載的 M270 和 M274 這兩顆4缸渦輪引擎，在車圈最出名的通病就是正時鏈條拉長，還有凸輪軸齒盤磨損，而劣化的藏機油就是加速這兩樣東西報銷的罪魁禍首。這條鏈條是靠油壓在維持張力，油質一衰退，潤滑不夠，鏈條插銷就開始磨損，齒盤調節器也跟着變鬆。有一天曲軸跟凸輪軸的正時對不上，車子直接跳故障燈。如果你稍微晚一點發現，去外面專修賓士的外廠換鏈條、導板、張緊器加上齒盤，隨便都要花個10萬台幣起跳。回原廠更是不敢想象，但要是你死撐到極致晚才發現，抱歉，活塞直接撞彎氣門，整顆引擎準備報廢。尤其是台灣這種大塞車，走走停停，常開短程，或是偶爾想大腳踩一下的用車環境，強烈建議8000到1萬公里內就把機油換掉，把原廠的15000公里當成極限而不是目標，這絕對是整支影片裡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保險。不過太早換油也沒用，如果你加錯油也是白搭，這就牽涉到下一個致命錯誤。第二個致命地雷，用沒有賓士原廠認證 AMBA Approval 的機油。賓士可不是只叫你加特定年度，像 5W30 或 5W40 而已，原厂是有頒布嚴格的認證規範號碼的。像絕大多數汽油渦輪車看的是 MB 229.5 或229.51，柴油車看229.52。至於像 M256 直列6缸這種新型引擎，用的更是低年度的229.71特規油。為什麼要這麼講究？因為渦輪增壓器的軸承就緊貼着幾百度高溫的渦輪排氣殼。如果你貪便宜隨便買大賣場全合成機油，或是去路邊快寶店加沒有 MB 認證的油，機油在渦輪油管跟軸承裡直接高溫結膠硬化，最後油路堵死，軸承缺油，直接咬死。在台灣，一台 C300 換一顆渦輪，外廠連工帶料隨便都要花個8到12萬台幣。如果是 AMG 車款，那更是天價。很多21手、3手車主的賓士就是這樣被養壞的，因為一般連鎖快寶店根本不會特別備這種原廠特規認證油，而且千萬別以為年度對了就沒事兒，沒有認證的 5W40 照樣能毀了你的車。相反的，新世代指定用229.71鉑機油的引擎，如果你自以為聰明換成厚的，反而會害引擎潤滑不良。買機油請認明瓶身寫的 AMBA Approval 認證字樣，沒印的一滴都不要加進去。機油固然重要，但車上另一個蓋子加進去的液體毀車的速度可是一點兒也不輸給機油。第三個致命地雷，省錢加便宜汽油，覺得加98無鉛汽油是盤子。從入門的 M270 4缸渦輪到 M177 AMG V8， 每一台賓士汽油渦輪車油箱蓋打開都明確標示要加高辛烷值汽油，在台灣請一律指定98無鉛汽油。如果你為了省錢跑去加95甚至92，爆震感應器確實會強制退火角來保護引擎，但結果就是你花了幾百萬買渦輪馬力，實際上卻開着一台動力被封印的閹割車，這還算運氣好的。運氣差的直接誘發缸內直噴渦輪引擎的噩夢，低速預燃 LSPI。當你在低轉速重踩油門，車子正拖着重步向前時，便宜汽油會在火星塞還沒點火前就自己提早引爆。LSPI 可不是慢慢磨損引擎，它是一次性爆破，瞬間打碎活塞環，炸裂活塞。只要活塞一破，整顆 2.0T 引擎直接報廢。
在台灣換一顆外廠中古或整理好的引擎，連工帶料沒有個20到30萬台幣根本下不來。開個5年加95跟加98的價差可能才2、3萬台幣，但它保護的引擎價值是幾十萬。這是整支影片裡最容易改掉的壞習慣，因為你在加油站只需要指着98按鈕按下去就好。機油跟汽油是你餵給車子的養分，但你發動車子後的前5分鐘怎麼開，決定了這顆引擎能陪你多久。第4個致命地雷，油溫都還沒上來就急着大腳踩油門。賓士的引擎有個特點，水溫上升得非常快，但水溫到了不代表機油溫度也到了。其實很多賓士車款的儀表板選單裡都能切換出機油溫度可以看，冷車的時候機油非常濃稠，流動性極差，根本没辦法第一時間順暢地送達引擎最頂部的凸輪軸齒盤，更別提你大腳踩下去的瞬間，渦輪軸承轉速可是會1秒飆破10萬轉。你在冷車狀態下每踩一次大油門，拉一次高轉，凸輪軸調節器跟渦輪軸承就被你狠咬硬磨一次，這種傷害不會當下立竿見影，所以很多人以為沒事繼續這樣開，結果到了10萬公里左右，冷車發動的咯咯咯鏈條異音跟故障碼就全部浮上台面，也就是影片開頭提到那個一估價就要10多萬台幣的慘劇。建議大家在機油溫度還沒達到80度左右，大約170華氏度之前，轉速盡量控制在3000轉以下，順開。不要重踩大油門，通常只要正常開個10到15分鐘就能達到工作溫度，這招完全不用花你半毛錢。說到這個冷車異音，發覺有異響卻選擇裝作沒看到繼續開，這本身就是另一個超致命的錯誤，而且這正是我們這支影片一開始講的那個車主犯的錯。第5個致命地雷，無視冷車發動的黃金2秒鐘的噠噠異響。在台灣能見度極高的 M276V6 引擎，像俄50、GL 俄50，還有 M2744 缸引擎，像 C300、GLC， 很多車主一定聽過這個聲音。冷車發動的瞬間，突然傳出大概2秒鐘像柴油車一樣的噠噠噠咔嗒聲，這是因為凸輪軸齒盤裡面的鎖止銷磨損泄壓，在油壓建立起來之前的這2秒，零件正在內部劇烈撞擊。很多車主聽到了，發現2秒後聲音就消失，還自以為只是車子在清喉嚨熱車沒事兒。結果呢，每天早上發動那一次，證實鏈條跟齒盤就在內部被猛撞一次。如果你在早期剛出現聲音時就處理換掉齒盤、鏈條跟張緊器，外廠連工帶料大概8到12萬台幣能搞定。但要是你選擇無視繼續開，等哪一天證實直接跳齒、活塞跟氣門在引擎室裡相撞，要拆氣缸頭大修，修起來絕對破20到30萬台幣，甚至比你那台老賓士殘值的1半還貴。記住，只要是發動只響2秒就消失的異音，絕對不是正常熱車。那是你的引擎在發出最後通牒，提醒你現在處理是最省錢的機會。這個錯誤會慢慢折磨你的引擎，但下一個致命錯誤專門在幾秒鐘內秒殺你的渦輪，而且這種事每天都在台灣各大加油站跟休息區上演。第6個致命地雷，剛剛大腳呸完車，30秒內直接熄火。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大熱天在國道上時速100多狂飆了1個小時，結果一下交流道或是進休息區加油，車子一停，你立刻熄火拔鑰匙。你剛剛吹了一整路的渦輪，內部溫度高達幾百度。你熄火的瞬間，機油循環立刻停止，留在渦輪軸承裡的機油直接在裡面被煮熟，變成硬邦邦的碳渣。這些碳渣就像血管裡的血栓一樣，刮傷軸承，堵死油路。雖然賓士有設計電子輔助水幫浦，在熄火後繼續幫渦輪散熱，特別是 AMG 的 M177、M178V8 引擎，把2顆渦輪直接塞在引擎 V 型夾角的中間，那可是全車溫度最高、最像烤箱的地方。但問題是，這個輔助水幫浦壞掉時，儀表板不一定會跳故障燈。如果你沒有原地怠速散熱的習慣，你根本不會發現它壞了。等幾個月後，車子開始起步變遲鈍，渦輪遲滯，加速時傳出刺耳的高頻笛聲，最後排氣管冒藍煙、燒機油，這時候渦輪已經徹底報廢。在台灣，原廠要換 AMG 的 Hot V 雙渦輪，連工帶料報價動輒是30-40萬台幣的5位數、6位數天價。就算是普通 C300換一顆渦輪，也會直接把你存好幾年的養車基金一次抽乾。解法其實簡單到爆，吹完車下了高速公路後，最後1公里順開，或者停好車後在原地怠速運轉30秒到1分鐘再熄火。早期大貨車司機都知道這招，而且完全免費。不過有些車主不止在現實中烤焦渦輪，他們甚至還花錢上網買程式，專門去把渦輪給操爆。
第7個致命地雷，全原廠硬體跑去刷幾千幾萬塊的罐頭城市。現在網絡上隨處可見那種插 OBD 插座或是賣1、2萬塊外掛電腦的廣告，號稱 C300 隨便一刷馬力狂加 60P，C43 AMG 一刷扭力暴漲。沒錯，渦輪本體確實打得出這個增壓值，但這多出來的壓力全都是由你那條本來就容易拉長的正時鏈條、矽鋼墊片，還有最怕 LSPI 低速預燃的活塞在硬扛。對於本來正時系統就有通病缺陷的 M274 引擎來說，在全原廠狀態下強行改晶片打高增压，根本就是在地基已經裂掉的房子上繼續蓋高樓。而且你以為賓士原廠是傻子嗎？引擎電腦 ECU 裡面都有刷寫記錄，一旦引擎出事，原廠一插電腦查到改寫記錄，直接跳保固拒賠，到時候全額自費。如果是新型雙涡輪 V8 引擎，光是換一顆新引擎報價就能輕鬆破100萬台幣。最氣人的是，像 AMG M177 V8 的下半座腰下其實做得很坚固，是賓士少數原廠狀態下極少爆缸的神機。改装廠就是拿这個神機名聲招搖撞騙，鼓吹你放心刷城市，引擎本體可能沒事，但承受不住暴增扭力的活塞。墊片跟傳動系統會讓你收到天價維修單，想追求更大動力，請直接買馬力更高的 AMG 版本，或者準備好配套硬體改散熱、改進排氣，找有商譽的專業改裝廠，而不是去買那種研發預算全部都拿去打產品廣告的罐頭城市。不過，就算是一台完全不改的全原廠車，也可能被高溫默默殺死，而負責幫引擎散熱的系統，恰恰是整台車上最容易被忽視的硬體。第8個致命地雷，當做水冷式中冷系統不存在。傳統老渦輪車都在前保桿放一顆很大張的氣冷中冷器，但現在賓士包含 C300 的 M274 還有 AMG V8 系列用的都是水冷式中冷器，它有自己獨立的一套低溫水箱冷卻回路，靠一顆小的電子水幫浦在推動水流。這顆低溫水幫浦死掉的時候，儀表板完全不會亮引擎燈警示。你唯一會感覺到的就是在台灣的大熱天裡，車子開起來越來越重拖，越來越沒力。因為近期溫度飆升，電腦為了防止爆震，默默把點火腳退掉，很多車主就這樣麻木的開了2、3年。如果這時候你又為了省錢加95汽油，那就是高溫加低辛烷值雙重打擊，直接把引擎推向爆震毀滅的邊緣。其實換這顆低溫水幫浦在外廠連工帶料大概只要1、2萬台幣，但要是拖到引發嚴重的引擎爆震、炸活塞，那就是幾十萬的大修費用。如果你的賓士渦輪車在夏天走走停停時感覺特別拖、特別軟礪，去保養廠第一件事先查低溫水箱的水位，還有這顆低溫水幫浦有沒有在運轉，這是全台灣賓士車主 CP 值最高的一項檢查。聽到這裡，如果幫你省到了錢，幫我點個訂閱。這個頻道每周都在分享養賓士的省錢避坑指南。接下來是最新款賓士車主最容易在科技成分最高的那顆引擎上犯的錯。第9個致命地雷，無視 M256 直六引擎跳出的 48V 系統警告。在新世代 E450、GRO 450、N450上面，這顆 M256 直列6缸引擎科技感爆棚，但它完全打破了大家以前養舊車的認知。這顆引擎完全沒有傳統的引擎皮帶，它的發電機、冷氣壓縮機，還有最關鍵的引擎水幫浦，全都是吃電的，而且主要就是靠 48V 輕油電系統跟整合式啟動發電機 ISG 在驅動。所以，當儀表板跳出 48V 或電瓶系統故障警告時，這可不是像你20年前開喜美一樣，可以無視它繼續硬開1個月的電瓶燈。一旦 48V 系統罷工，幫你引擎跟渦輪散熱的水幫浦會瞬間斷電。很多車主就是以為這只是個討厭的小故障，結果開到一半水溫直接飆到紅頂，被迫拋錨在路邊。加上 M256 引擎內部還有好幾顆電子輔助水幫浦在推動渦輪與中冷回路，一顆發病的 48V 大電瓶會瞬間癱瘓全車3套冷卻系統。在台灣外廠換一顆 48V 電瓶或鋰電池模組，隨便都要花個6到10萬台幣。雖然肉痛，但比起整顆全鋁合金引擎過熱縮缸報廢的天價，這根本是小錢。在 M256 引擎上，電瓶警告就等於水溫警告，只要一亮燈，請當週立刻進廠插電腦，絕對不能拖。不過這份殺手名單可不只有汽油車，賓士的柴油車款正被一個聽起來完全無害的東西給默默殺死。第10個致命地雷，把賓士柴油車當作短途代步車，活生生把它開到死。
不管是老款的 OM651还是新型的 OM654柴油引擎，像是 GLK250、C250D 或是物流神车 Sprinter， 他们当初设計的目的就是让你跑长途拉高车速用的。結果很多人買回家每天只開2-3公里跑菜市場，接送小孩放學，柴油引擎工作溫度根本上不去，裡面的 DPF 柴油碳微粒過濾器完全無法進行自潔再生，積碳就這樣一直塞死在 DPF 裡。而電腦為了強行再生，會不斷注入額外柴油，最後柴油順着氣缸壁流進油底殼，把你的機油直接稀釋掉。更有名的通病是 OM651噴油嘴墊片漏氣，也就是車圈赫赫有名的黑死病。廢氣夾帶高溫，碳渣從噴油嘴縫隙噴出來，冷卻後直接變成硬如鋼鐵的黑碳塊，把整只噴油嘴死死焊在氣缸頭上。在台灣，保養廠師傅光是拿特殊工具幫你拔那幾只卡死的噴油嘴，工資就非常驚人。如果 DPF 徹底堵死要換新，外廠連工帶料隨便都要花個10到15萬台幣。預防方法完全不花錢，1個月至少開上國道或快速道路，拉轉速順暢，跑個30分鐘以上，讓 DPF 完成再生。只要你在車內聞到一股刺鼻的柴油廢氣味，當週立刻進廠換噴油嘴銅墊片。如果你的生活習慣真的只跑短途，走走停停，拜託直接買汽油車，柴油車根本不是給你這樣開的。下一個地雷最陰險，你以為你在按時保養做功德，結果保養廠笑着收錢，你的引擎默默在吐血。第11個致命地雷，為了省那300-500塊去買劣質副廠甚至山寨假零件。賓士原廠的機油芯是特殊長效不織布材質，專為高拉轉與長保養週期設計。你為了省點錢去買幾百塊的劣質紙質機油芯，開沒多久裡面直接塌陷破裂。沒有過濾過的髒機油就這樣直接衝進我們這支影片前面提到的凸輪軸軸承跟渦輪軸承裡。劣質的空氣芯更慘，密合度不夠的濾芯會讓細微砂石直接吸進去，像打砂機一樣直接把你的渦輪葉片打到凹凸不平，渦輪壓力直接掉光光，空氣流量計被弄髒，電腦噴油跟着大亂。還有現在網絡上蝦皮淘寶充斥着各式各樣的假 NGK 假火星塞，在渦輪引擎上用假火星塞陶瓷體破裂掉進氣缸，那就是準備直接換一顆引擎。解法其實超級簡單，你要麼買賓士原廠包裝，要麼認準幫賓士代工的歐意大廠 Manman 牌 Hunst 亨斯特、Maho 馬勒、Bosch 博士做一次大保養。原廠歐意零件跟便宜假貨的價差也不過就是一張披薩，幾百塊台幣的錢。你省這點錢，預防的卻是足以再買一台中古車的維修費。不過爛零件殺死引擎還算是慢動作，下一個致命地雷速度更快，而且絕大多數車主都會忽視它，因為它的症狀看起來完全像是另外一回事兒。第12個致命地雷，忽視曲軸箱、通氣系統與油氣分離器的維護。賓士每一顆渦輪引擎都是透過曲軸箱通氣系統在呼吸，像 M274 這類4缸引擎，它的 PCV 閥跟油氣分離器直接整合在引擎上蓋器缸蓋罩裡面。當裡面的壓力膜片破裂或堵塞時，曲軸箱裡面過高的壓力排不出去，就會強行把機油吹進進氣管，甚至灌滿整個水冷中冷器。最陰險的地方來了，它的症狀吃機油，排氣冒藍煙，進氣管全是機油，看起來跟渦輪掛掉完全一模一樣。很多不熟悉的車主直接被保養廠報價花個8萬10萬台幣去換新渦輪，但其實真正的病因只是一個幾千塊到1萬多塊的引擎上蓋或油氣分離器而已。但更慘的是，如果你放着不管，引擎會一直吃機油，等到機油量跌到警戒線以下，渦輪就會因為缺油乾磨而真正報廢。如果你的賓士渦輪車開始吃機油或冒藍煙，去保養廠時一定要先講這句話：師傅，幫我先測曲軸箱通氣系統跟壓力，光是這一句話就能幫你省下好幾萬塊的冤枉錢。這也引出了我們的最後一個致命地雷，而這個錯誤正是讓前面所有地雷變成毀滅性災難的終極元兇。第13個終極致命地雷，無視引擎故障燈，甚至拿掃描器把故障碼消掉，當作沒事發生。當你的賓士跳出鎖馬力進入保護模式的時候，不是車子在跟你耍脾氣，那是電腦偵測到過度增壓、引擎失火或是凸輪軸正時偏差，為了防止你在高負載下把引擎炸掉，才強制限制動力的防禦機制。很多車主上網買個幾百塊的 OBD 掃描工具，跳故障碼就直接給它消除，感覺馬力恢復了，還自以為省了大錢。這根本就像骨折不去看醫生，反而把腳上的繃帶拆掉一樣荒謬。
忽視引擎失火繼續硬開，沒燃燒完的生汽油會直接洗掉氣缸壁上的機油膜，甚至直接把你的觸媒轉化器燒熔掉。一顆觸媒原廠報價就是4-5萬台幣。忽視 M274、M270 的正時凸輪軸故障碼，那就是直接預約我們前面講過的氣門撞彎、引擎報廢天價維修單。便宜的掃描器是拿來讀取故障碼的，不是拿來擦屁股的。讀出故障碼，上記錄，找專業保養廠，在它還是3-5千塊台幣小問題的時候解決它，而不是等它变成20-30萬的天價大災難。其實每一台慘遭報廢的賓士引擎，在變成天價維修單之前，都曾經給你跳過警告，給過你機會。那些最後付幾十萬修車費的車主，全部都是把警告當耳邊風的人。影片開頭提到的那位 C300 車主，算他運氣好，在引擎冷啟動異響的凸輪軸齒盤階段就及時發現，沒有拖到氣門撞彎的毀滅階段。只要你按時更換符合 MB 認證的機油，加高辛烷值98汽油，冷車啟動給點耐心熱車，呸完車給它一點時間散熱緩和，這些賓士渦輪引擎要順順開個20-30萬公里，絕對輕輕鬆鬆。看看這整份名單，預防他們幾乎花不了什麼大錢，但無視他們的代價，每一條都是真金白銀。如果你也是賓士車主，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開的是哪一款引擎 M274、M256 還是 AMG， 還有你曾經踩過哪一個地雷，每一條留言我都會看，這能幫我決定下一集要講什麼內容。記得按讚訂閱。下一期我們來聊聊哪些賓士原廠選配與車款是真正低調卻每一分錢都花得超值的神級選擇。我們下一支影片見。